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加拉赫率团窜台行程结束，这是该委员会首次组团窜台。外交部回应，坚决反对美方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加拉赫窜台前夕，美国务院批准对台出售价值约7500万美元的战术数据链系统升级计划。中国国防部也第一时间回应，我们坚决反对美方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这一立场坚定明确。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23号就美对台军售答记者问表示，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大肆操弄涉台问题，企图通过对台军售、军事援助等手段助长台独气焰。上述行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损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推高台海紧张局势。 张小刚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武装台湾是十分危险的赌注行为。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停止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停止以台制华的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维护两国两军关系大局和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前，美国国防部21号宣布。 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术数据链升级计划，此笔军售价值7500万美元。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这项军购包括跨区域解决方案、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通讯设备、需求分析、工程、技术服务与后勤和计划支援等打包内容。声明还指出，为了执行拟议中的军售，估计将需要200名美国政府人员和200名承包商代表前往台湾，提供所谓技术支持。 据报道，这项军售案已提交美国国会。如果国会在30天内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这项军售案就算走完全部的行政和立法程序，可以开始执行。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还炒作称，这项对台军售将提升台湾的通讯和网络安全，为战术信息的安全流动提供基础设施。不过，声明同时指出，这些装备和服务的销售不会改变地区的基本军事平衡。 据悉，经由这套美方提供的数据链系统，可让军舰与军舰、军舰与战机间的战术数据进行实时传输。美军部队可通过这套系统进行跨地区互通，状况需要时，甚至可由美方进行备位指挥管制。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就指出，台当局这是将台湾的防务安全拱手让出，交到美国人手上。 我们都知道，对于台湾来讲就是冤大头嘛。你还是本身美国人说你要买，你就必须要买，那7500万美元你就送过去嘛。结果他的工程师就来了，来了以后你台湾就没有秘密了。因为是他来帮你安装，他来帮你做。对，所以你所有的机密资料他其实完全掌握住。所以台湾的自己的防务其实安全就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而是其实是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表面上，台湾交给美国的钱不少，但美对台军售交付延宕问题依旧。针对美国积欠的对台军售，去年11月6号，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在其报告中就揭示，美方积欠台湾的军备总数高达191.7亿美元，即使不包括其他武器的附随弹药，美方各项积欠弹药也高达28.35亿美元。 此次加拉赫窜访台湾时，就被台媒追问美国为何迟迟未能交付已购买的武器。加拉赫对此竟表示，建议美国应将库存的旧型鱼叉反舰导弹进行升级，优先交付台湾。此番言论遭台媒讽刺带来过气产品。台湾地区前外事官员谢文吉还指出，美国国会议员只是说空话。美国国会没有办法解决，对，因为现在美国的是。 军火工业赶不及，因为俄乌战争，还有像以巴战争，哈，它的这个很多武器，它都以那边为优先。 所以盖拉格讲这句话就是空话一句了。而随团窜访的民主党成员克里希纳莫提则鼓噪称，台湾地区有潜力和美国合作生产155毫米榴弹炮。该型榴弹炮是美欧向乌克兰输出的主要炮弹，因大量消耗，美国生产线来不及供应，致使该型榴弹炮短缺。而台湾地区有相关机构也生产该型榴弹炮。按照该美国议员的说法，台湾将可打入此型弹药的美方供应链。台媒对此惊呼：美国政客要把台湾变成兵工厂。实际上，除了武装台湾以外，那么美国现在提出要去与台湾联合生产武器，那么它的一个实质的目的是要更多的把台湾的防务产能，包括它的军工的技术，更多的去纳入到美国的国防生产体系之中。那么也就是说，利用台湾的产业链，利用台湾的制造业去为美国的
美规武器、美标武器来提供更多的产能，来去缓解美国现在供应乌克兰包括中东地区战场捉襟见肘的这样一个情况，而不是说优先要去向给台湾去提供武器。所以在这里面，它实际上是有一个打着羊头挂着羊头卖狗肉的这样一个情况。昨天是俄罗斯祖国保卫者日，普京当天前往红场旁边的亚历山大花园，向这里的无名烈士墓竞选花圈。普京发表讲话时表示，当今世界仍然存在许多令人担忧的挑战和风险，俄罗斯将继续全面加强军队建设。今天是俄乌冲突爆发2周年的日子，美欧祭出新制裁，俄乌双方仍在战场上僵持，俄罗斯与西方陷入了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敌对。昨天，普京来到位于红场的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缅怀烈士。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和退伍军人代表等也参加了当天的纪念仪式。2月23号曾是苏联建军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将这一节日改为祖国保卫者日。当天早些时候，普京发表讲话，向俄民众致以节日祝贺。Этот праздник один из самых почитаемых в России. Он давно стал народным и всегда отмечается широко по всей стране, во всех коллективах и семьях, в каждом городе или селе. С пониманием великой значимости ратного труда, с огромным уважением к нашим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м, ко всем, кто стоит за Родину, защищает ее интерес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граждан,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России. 普京同时回顾了苏联士兵的功绩，并向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致意。他还表示，当今世界仍然存在许多令人担忧的挑战和风险，俄罗斯将继续全面加强军队建设。На переднем крае сегодня участники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Вы сражаетесь за правду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проявляете мужество и отвагу, защищая Россию. Вы наши подлинные народные герои. Мы гордимся вами, восхищаемся вашей смелостью, чтим подвиги. 此前一天，普京乘坐经过现代化改装的图160M 战略轰炸机进行了短途飞行，还在副驾驶位置上短暂驾驶一段时间。俄罗斯媒体称，此次飞行持续了约30分钟。轰炸机从喀山飞机制造厂的跑道起飞。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以保密为由，未透露飞行路线。在试乘结束后，普京对媒体表示，这次飞行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Он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ового поколения. Как я сказал командиру судна, сейчас еще раз скажу, руководству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конечно, можно принимать состав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图160M 是图160战略轰炸机的改进型，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可变后掠翼超音速战略轰炸机。该机一次加油续航里程可达12000千米，可发射搭载核武器的远程巡航导弹，并可搭载多达40吨各型弹药。因是全白机身，其在俄罗斯的昵称是“白天鹅”。在试乘飞机前一天，普京在国防部长绍伊古的陪同下视察了戈尔布诺夫飞机场。俄媒画面显示，普京在视察工厂期间也登上了其中一架飞机的驾驶舱。视察时，普京还为其中一架飞机命名。Давай как первый серийно передаем сельского обороны, пока без названия не переводчик. Мы же в Татарстане находимся. Назовем его Мертимир Шамиль. 值得一提的是，普京非常喜欢亲自驾驶各种飞机，对图160战略轰炸机也颇为熟悉。2005年，普京就已经亲自驾驶过图160飞机，从莫斯科近郊起飞，飞行数千公里，到达科拉半岛，途中发射2枚巡航导弹，并完成了空中加油。2000年时，普京也曾乘坐并短暂驾驶过一架苏27飞机。2月24号是俄乌冲突爆发2周年的日子，但俄乌双方仍在战场上陷入僵持。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2月17号至23号1周中，俄军使用远程机载武器、无人机等精确制导武器，对乌克兰军事工业设施、军用机场基础设施、武器库和燃料基地实施了打击。此外，俄军在库皮扬斯克、顿涅茨克等方向击退乌军多次反击，并对乌军有生力量和装备进行打击。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公布战报称，乌军在库皮扬斯克、巴赫穆特、阿夫杰耶夫卡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克兰火箭炮部队对俄军防空系统火炮、雷达站实施了打击。此外，乌空军司令奥列修克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空军击落俄军一架 A-50空中预警机。俄乌冲突爆发2周年，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分析说，过去1年，俄军在扩大控制区域方面取得小幅进展。乌方分析人士认为，乌军接下来将展开非对称作战，为了避免与俄军在正面战场比拼消耗，将主要利用无人机、电子战设备和防御工事最大限度消耗俄军。美国《政治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欧正逐步将注意力从支持乌克兰全面获胜的目标转为提升乌方在结束冲突谈判中的地位。然而，俄乌在2024年重启谈判的难度较大。一方面，俄乌立场尖锐对立；另一方面，西方不断拱火浇油，令和平前景更加渺茫。另一边，俄美关系也在进一步激化。拜登21号在美国旧金山的一场筹款活动上，将普京称作疯子混蛋后，白宫23号发表声明称，拜登宣布对俄罗斯实施500多项新的制裁，制裁将涉及俄罗斯金融部门、国防工业基地和采购网络等。此外，美国还将对近100个向俄罗斯提供支持的实体实施新的出口限制。美国财政部称，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针对俄罗斯规模最大的一次制裁行动。美国的盟友也出面呼应，英国宣布对俄罗斯进行50多项新制裁。欧盟理事会23号正式通过了针对俄罗斯的第13轮制裁措施。俄卫星通讯社22号根据公开数据统计，仅在过去2年，西方国家就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15628项制裁，其中美国实施的制裁措施最多，高达3500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布林肯也在互放狠话。2名外长虽然都出席了正在巴西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但并没有出现外界期待的美俄外长会谈的破冰画面。取而代之的是，拉夫罗夫隔空回应了布林肯在1周前的德国慕安会上备受争议的餐桌菜单论。当时布林肯声称，在国际体系中，你不在餐桌上，就会出现在菜单上。То есть вот вам,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дход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ША к тем, кто с ними не согласны. Я вот только пожелал бы, чтобы с такими аппетитами наш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коллеги за своим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м столом не подавились. 近日，俄罗斯电视台表示，别在民主餐桌上噎住这句话，不仅是俄方最为生动的讽刺，也代表着 G20 大多数成员的态度。拉夫罗夫还在记者会上就美俄关系表示，俄罗斯不可能与美国恢复信任关系，并指出西方的傲慢立场和仇俄情绪造成了无法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的局面。政务短评热点直说，普京乘坐可以携带核武器的图160M 战略轰炸机，并且亲自驾驶一段时间，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举动，对内对外有着多重的目的。那么对内，一是为了在俄总统选举当中展示自己的硬汉形象；二来也是在阿夫杰耶夫卡战斗胜利之后，持续提升俄军的士气。对外，俄乌冲突爆发2周年之际，拜登除了爆粗口骂普京呢，还对外宣布了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500多项的制裁，欧盟和英国也加入其中。普京驾驶经过现代化改装的轰炸机，就是要表明，尽管受到制裁，俄罗斯仍然在加强其技术和军事能力。拜登和普京的斗争从口水战到实际对抗还在持续，未来可能还有更加激烈的戏码即将上演。